要做好这个对冲的准备啊，做好对冲的准备。不知道怎么做对冲的，可以去找一下我这个前面的这个，搜一下我自己推特的文章啊，里面都写的很清楚。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关于这个什么，我们看一下大宗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黄金啊，黄金开始有异动啊，黄金开始有异动，然后黄金，但是虽然不是进场期，但是出现了日内的大暴涨啊，然后这也是大家对战。今晚聊聊现在的行情，因为比特币成功进入了这个退场期，然后昨天从逼近开始，整个这轮进场期因为是一轮劣质的进场期，而且多次给大家强调劣质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场内的先爆破，最后再带入了整个的进场，其次关键的美股指标 hold 始终没有产生一个进场的信号。所以 hold 如果没有进场的话，本轮的比特币是很难有一个很大概率的上升的。其次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它的整个对标链的上游啊，美股自己已经进入退场期，接近6、7天了，接近1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股自己比特币想要自己走出独立行情啊，一柱涨上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基于此，所以整轮的进场期可以说是草草收尾。这个也是所有的劣质进场期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涨就是那么一天啊1、2天啊，一根柱子涨上去之后，然后开始缓跌，然后再涨上去再缓跌啊，整个上下的插针的概率非常的巨大。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我专门的把这个波动质量的这一部分作为重点给大家去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进场期之前就提前可以预判这一轮。事实上，在本轮进场期之前，很多的小伙伴就直接在下面留言，这一轮是劣质进场期，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之后，你就知道它即便涨，也不是一个很好质量的涨，就没有必要，为了上不上车呀，或者是觉得自己的仓位没有足够呀，就产生什么焦虑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劣质的特点就是这样，中间产生了各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本轮比特币呢，这轮的退场期，我们看一下，它现在已经成功的向下爆破了，已经成功的向下爆破，而且在战争的影响下，如果说美股出现接下来的深跌，美股看一下。美股深入的退场了，而且美股也是在向下爆破啊。美股的向下爆破是，现在是爆破指数是负的140啊。这个对于美股来说，纳指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向下爆破的一个指数了啊。所以这个是向下的力道是非常大的。这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因为这个特朗普是以战促和啊，以和在逼战啊，他的这个战和之间的这个转换是完全是随心所欲的，就是为了让这个伊朗摸不着头脑。所以它的本轮的停战，相当多的美国的这边的金融机构，包括很多的人也都认为是为了他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增兵做掩护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有2次这样的一个先例了啊，就是先谈着，忽然中间就开始开战，这一轮呢，很多人也不做好，但也有很，但大家想没想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因为他是一个在金融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对这个管理预期是非常的熟稔的，所以他是不会让大家能够猜到他未来要做什么的。如果说大部分的连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场外的这所有的人员，还有各方面的散户，还有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猜到，很有可能他是为了这个战争做准备。那事实上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在这样的战和的这样节奏的变换中，让对方摸不着头脑，从而形成巨大的谈判压力啊。然后同时又布置增兵呀，又布置这那这些事情，很有可能就地面直接会以出动地面人员的这种状态来夺取一个岛，然后从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大家想过一种可能没有？如果说，因为毕竟派出地面部队，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种伤害非常大的事情。至于为什么有伤害大，我之前应该是2、3天前的 Space 已经跟大家重点聊过了聊过了，原因有很多核心的一点就是整个的财政的负担以及就是所谓的双方本来在谈判中已经买一跟卖一价已经谈出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兆但是中间这些撮合上，现在还是通过中间人来回传话。那中间如果没有成功的撮合的话，中国的古代就有一个例子，就是明朝万历战争啊，这个万历跟这个丰臣秀吉之间，就是由这个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两个人之间互相撺掇中间的这个买一个卖一价但是最终
最终是没有撮合成功啊，产生了第二次战争，而第二次战争基本上把这个大明，尤其是张居正所攒下的这点银子基本上全花光了，而丰臣秀吉那边的伤害更大啊，直接天下都没了啊，让这个德川家纲给篡了。这个对两方面来说其实都是双输的局面。对于美国来说，今天虽然那个国会已经追加这个2000亿，然后有去在推进这件事情，但事实上如果真的开始地面出现了这样的战争的情况下，而不是专注于铀浓缩，而不是专注于只要把铀浓缩的这件事情把它给相应的在现场稀释，事实上这个就可以称之为全胜。但是如果是不执着于这一点，而是想要去长期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占一个钉子的话，那很有可能，因为这段时间伊朗也一定会在各种岛屿布下很多很多的埋伏，这些地面战的这个伤亡一旦增大的话，特朗普的中期可以说就，其实现在的中期就已经，可以说。共和党内部其实也形成了共识了，就是在照着这个已经会大败的情况下去准备了，所以就趁着这点时间把想做的都给做了，包括之前的这个拯救美国法案呀，包括战争呀，包括这些事情，都趁着这个中期会丢的，照着这个中期会丢的这个预期，直接照着这个去准备，把能做的该做的都给做了，所以这也是他们本来的要做的应有之义。所以，但是大家想过另外一种可能没有？正是因为整个大家的预期都在往这个有可能，因为现在又到周末了嘛，一到周末呢，很有可能大家知道他为了保护股市，很有可能就要在这个周末采取一些行动，所以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周末是特别的有恐惧很多金融市场对这个周末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担忧，所以就是整个美股也在跌然后比特币也在跌，那我们可以直接从盘面、从场外指数里面可以明显的就看到这一点包括档位也在调整，包括爆破也在向下调整就是从油门到档位都在向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美股开始今天开始大幅度的下探，美股开始大幅度的下探。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哎，但我看那个什么，前段时间一直给大家聊的什么 AXTI 本周还又创新高了，涨到了70，本周还涨到了70，然后刚才这日内好像又跳涨了一波，但是好像又跌下来了。所以我说它这个强装的这个实力还挺有意思的始终就是力保这个币那力保这个股呀，AXTI 光通讯，所以这个板块确实挺有意思的，已经连涨多少周了？这要连涨第6周了吧？连涨1个多月了周周创新高，周周创新高，从20快要翻到4倍了然后我加上我给大家这个内参的朋友们聊这个，加上杠杆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那这就是20-30倍的这个利润。所以这很有意思然后这是潜力区，美股的潜力区，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最后在这个内参里面更新这个潜力区，最后呈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大家知道，在我们币圈这个潜力区，上榜了2-3天，差不多就要下来了它不会一直在榜呀，再榜就说明它接下来一天继续破新高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我在这个币圈的潜力区，然后我日常更新的话，在榜一般2-3天、3-4天，就是很普遍。1-2天最多2-3天之后差不多就要下了。但是美股这些股，就是跟币圈呈现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特点那长期在榜，长期在榜。从2月2号到今天，这有多少个股现在还在榜？这都是4-5周了还在榜，这个在币圈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潜力区而言，我们这种纯情绪面的这种币种，跟这种有真实的财报、有真实的业绩支撑的这种美股，有非常大的区别，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就是对在币圈杀出来的朋友们而言，如果你们在币圈掌握了充分的方法论工具，已经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杀出来，你们去美股那简直就是幼儿园模式真的是幼儿园模式。下跌所谓的你看到所谓的他们对相应的一些美股可能喊到不行了要跑了。暴跌了，然后你一看它所谓的暴跌，跌了3个点，这可能连币市里面10分钟都不到，所以这就是完全就是幼儿园模式，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发现就是同样的用限零点和这个包括这套漂移的这种系统，在美股的潜力区竟然也是可以稳定的运行，这个也是超出我的意料实际上我也是。在去年年底才开始真正把它用在美股的潜力在美股里面找潜力。我之前也是主要在做美股的MAC7这些主力的这些美股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吧。所以我是专门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开始更新大家可以自己继续在等待等到它继续的稳定和继续的走出一些新的币种、新的股种到时候可以再说，我可以再跟大家再沟通、再分享。那这个是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现在这一轮的这个退场期，我还没有找这个具体的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对比，然后以及一些具体的数值，但就目前的这个限零点向下漂移的这个动能来看，向下漂移的动能还是比较大的，是有概率要创新低的啊，尤其是如果真的战争一旦打响，真的出现了地面战的这个趋势，那这个美股跟比特币必然是有一轮很大的下跌。啊，所以大家那个正常做这个比特币或者是美股的话，要做好这个对冲的准备啊，做好对冲的准备。不知道怎么做对冲的，可以去找一下我这个前面的这个，搜一下我自己推特的文章啊，里面都写的很清楚。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关于这个什么，我们看一下大宗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黄金。啊，黄金开始有异动啊，黄金开始有异动，然后黄金，但是虽然不是进场期，但是出现了日内的大暴涨啊，然后这也是大家对战争的风险开始，出现上升的一种担忧吧啊，那如果说真的地面战一旦爆发的话，那黄金肯定很大概率会迎来新一轮的进场期。白银涨得更多啊，白银日内翻了4%，涨了4%，这个是这一点。而相反，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我看一下现在。我这边的潜力区出现了一个，我找一找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观察一些币种。这边那个，如果你现在在听的话，而且你是我的这个星球里面的朋友的话，你应该就是懂得这个整个的这个潜力区该怎么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ON 这个币种。ON 这个币种现在的限定兜底区是0.137。啊，如果说跌破0.137的话呢，这个就不用看了，然后可以就着这个来去做一些事情，看一下吧。因为毕竟现在整个大盘不稳嘛，所以潜力区跑出来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我们就稍微关注一下就好了。如果你之前就对 ON 这个币种有了解的话呢，你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现在的限定兜底区在0.137，0.137。如果后半夜有什么新的异动的话，你想要问这个新的这个，你可以直接问我。可以直接私信问我，推特里面私信问我就好了。然后再看一下，原油，原油涨了多少？没涨多少，还是103左右。看看一般啊，还是压制的比较狠。从这个场外也能看出来，也是之前我所说的，就是在用这个，贝森特一直在用这个对冲基金常用的这种日历价差的方式去卖近端买远端，来去封闭自己的方向上的敞口，同时又能做空近端的价格，所以才能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吧。这个我们就稍微关注一下，也是涨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再看一下还有什么。黄金，我们看一下美股吧。美股的 MAG7，首先纳指今天这样的跌幅的话，MAG7肯定都不会走好。那这里聊聊苹果。前段时间一直我在说这个苹果，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差的一个状态。那我看一下苹果呢，今天还是退场期啊，然后场外指数线现在是975，爆破是96，爆破是96啊，中规中矩吧啊，但是还是处于退场期。但是苹果至少最近在这个 AI 板块上给出了一个新的选项，它没有再去执着于一定要跟这个 ChatGPT 啊，跟谷歌去合作，而是它提出要把这个 Siri 当做整个所有的AI 工具的一个总的出口让用户自己来选择你们用哪个 AI，它会把 Siri 直接作为一个渠道上，然后中间你所有的这个整个的大模型的提供者，可能他又要抽苹果税30%。他的这个策略一提出来，那很多人当时就给这个苹果马上打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这是一出好棋啊，这是一出好棋这样的话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这个 AI 上的话，那定位为一个总的渠道分发上的话，那这样的话呢，苹果确实就有机会了。他在 AI 上事实上他做不了什么了，他现在已经完全落伍了，他也不可能从头去搞一个大模型。
所以这个对苹果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利好是一个利好。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苹果这几天也止跌了，止跌了但是整个大盘在向下的情况下，它自己进入进场期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就关注一下就好了。看一下那个国内，国内的上证的话还是退场期还是退场期，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如前几天我在这个 Space 有聊的，事实上中国现在在中间斡旋，作为中间商，帮他们两者撮合差价的这种意愿，比美国甚至还要强烈。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外交官，已经来回的再去递话了包括中国的相当多的国企里面的船现在都堵在这个波斯湾里面，然后今天好像是不是中远油还是什么的，他们我看一下这个新闻应该是中国有一个国企的几艘船，今天已经憋在这个波斯湾里面，然后要出来，结果又劝退了。这是像这样的事情。同时，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国内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媒体的报道，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报道开始出现了一些克制，以及就这些其实都是为了防止国内出现一些价格上的恐慌所以在这个消息面的管控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异动。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状态下，你们会发现上证整个从前几天的这种大暴跌的这种环境中，恐慌氛围中，已经慢慢开始走出来了，有一点稍微开始企稳至少慢慢跌嘛，不要跌得那么狠，一个虎头铡砸下去，那所有人跑不了，那就完，那这个对中国股市又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好不容易走出了一趟慢牛，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珍惜，好好珍惜。所以这个在消息面管控上，然后在实际的斡旋上，中国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其他的板，人还是始终的没有办法筑底。人工智能也是退场期都退的比较狠。我们再看一下，多是不是还是进场？进场质量也一般。看一下后的这轮，前几天有接近于进场的趋势，然后现在又开始大退场。所以后的退场呢，比特币的质量是不会好的这个大家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大家记住就行了然后 Coin 也是Coin 是没有什么鲜艳性的这种指导的，它就是随着比特币走，它自己怎么走它只是它一个放大器而已。但是后的是有鲜艳的功能的，它直接可以代表了比特币这一轮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一定要关注这个。然后 CRCL 进入退场了，好不容易走了一个从进场期的50涨到了这个中间的我看一下最佳性价比止盈点在大约多少的位置，出现了2次然后最近的一次爆破变负的话，大约是出现在这个价格是135左右，你可以看这正好就是最高点最高点是136我这个爆破提示的这个卖出的点是在135正好就是在这个最高点附近，差了这个0.7%0.7%、0.5%左右，所以这个用这个场外指数来止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如果没有掌握的话，务必要掌握那等到那个如果说你是一个高风险爱好者的话，那才等到这个退场再止盈的，这个时候市场已经跌的比较多了对于很多的中性的朋友们而言，市场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爆破跌回200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选择去减仓或者是止盈了。OK。然后我特别要讲一点，今天想要看一点，我想说的是，以色列的股市开始崩了，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在上一轮的几轮战争中，包括去年的珍珠党这个事件中，包括这个今年的刚开战时，事实上以色列的股市一直在创新高呀，一直在创新高，一直从这个去年的98整个以色列的股市从98指数一直涨到了127。但是这个从大约1周前开始，以色列的股市开始进入退场期，然后现在开始进入深度退场，也是跟着美股走，当然也是跟着美股走，但是以色列股市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事情，也是肯定有这个影响的，你从以色列的股市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整个这个海峡的走势对以色列是有影响的，对以色列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因为美国想要抽身的这个意愿是非常强烈的，以色列特别怕这个事儿又干了一半，美国走了形成了一个烂摊子，最后
呃，所有的怒火又砸向了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可能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应对这样的状态，所以他会有一定的情绪上的波动，这也很正常啊。所以以色列的股市是从127现在跌到了114啊，这是一个这个周出现的比较有意思的点。然后我可能过2天我要专门出一期针对那个什么的，过2天我要专门出一期针对这个地产的。我为什么要出一期针对地产呢？因为我发现国内的很多的财经博主现在都开始喊房价回暖了啊！我这个去年9个月前我已经说了，房价已经触底了，已经进入进场期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还在私信里面骂啊，我觉得那就没办法，那就只能。我也没有去过多阐述这个事儿，我只是说，回测过去的整个地产的场外指数，我再去过去明确的指出几个点。2020年的5月份，这是最近一次场外指数在更大周期里面提出的这个最高的卖点啊，最高点就是场外指数体系给出的最高点。那个时候是退场期，进入退场期。从2020年的5月份开始到今天啊，到这个去年的几月来着？9个月之前是几月？啊，现在是3月啊，OK，就是所谓的7、8月吧，啊7、8月差不多，就是去年的夏天左右，好像是6月，好像是六月。然后在去年真的进入这个进场期的时段，也就是说这一轮大下跌，从场外指数的回测来看，是从2020年的5月到2025年的6月，这一轮大下跌在场外指数的在这一套体系看来就已经跌完了。我不知道你们根据你们的自己的实际体验如何，或者是根据什么样，我把整个场外指数从地产上面我抓取的数据来看，我再往前回测了很多年，我在我这个星球里面专门给大家讲了，我说最后我发现跟这个长实集团，也就是说李嘉诚在地产上的投入，在内地地产上的买入卖出几乎是吻合的，几乎是吻合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用了一些场外的一些嗅探的工具，但至少我想说，在过去我是回测了接近十几年吧，12、13年，再往前的数据不是特别多就没有了。从2013、14左右开始抓取数据到现在，这10多年基本上跟长实集团的，第一点是他在内地地产上的买卖，第二点是跟他在自己这个企业债上的投入跟增加和减少这两个指标关键的指标就做了一个对比，啊，最后是几乎是跟他的节奏是合拍的啊，所以我是看到这个巧合之后，我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去年提了一嘴。我可能在明后天在开 space 的时候，我会专门针对场外指数来看地产做一期专题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听一下啊。我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是根据场外指数在做这个国内地产上已经收获颇丰了，很有意思啊。那个你等到现在开始买的话，事实上，怎么说呢，也来得及也有很多的机会，但是肯定不如去年好，因为现在来说你要溢价是有一点困难的。但是在去年，我要在那个场外指数刚开始进场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时候开始做买卖，你可以杀价杀的非常的狠，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还在恐慌，绝大多数人还在很恐慌。你可以甚至照着一半去看，你看好了地皮，你看好了房子，你可以直接照着一半去看啊。这个在现在已经很多的财经博主已经开始在喊这个春天来了的状态下，你现在要砍价就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在长周期上去年的一点创新，给大家能呃创造了一点小小的价值吧，这个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谷歌，看一下谷歌，等一下，谷歌场外指数已经跌破了1000，场外指数跌破了1000，也意味着这个时候，谷歌的做空方它的这个投产比是打正了，所以这个对这个谷歌的空方来说，就是一个嗅到血的一个味道啊，不是特别的好，爆破也是接近-86。大家看到这个谷歌它退场期已经多久了？应该是退场已经接近，退场期是从2月3号左右就进入退场了，然后其实差不多就是在最高点进入退场，整个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喋喋不休，一直在喋喋不休，尤其是最近，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是说那个苹果的这个入口是要跟这个谷歌深入合作，那现在这个利好没有了。苹果明确放出风来说要把 Siri 当做一个谷歌的总的 AI 的框架的渠道，那这样的话，它定位为一个渠道商的话，谷歌一下就失去了这种绑定的这种效应。
所以开始加速下跌啊，爆破开始-86，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谷歌。然后看一下特斯拉，我一概不建议我的朋友们去做特斯拉，但是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因为特斯拉当然是人类未来的重要的经济概念上的增量，我们不能不关注特斯拉，我们可以不买，但我们不能不关注它。特斯拉的话，场外指数1035，然后爆破是负的45，场外指数超过1035，意味着这个时候，但是离1000还是太近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对于各种这个华尔街的这种做空的商而言啊，可做空也可做多啊，不是一定要做空，做多做空都没有太大的意思啊。说实话，它现在能走成这样，肯定是美国政府出资金在保它，否则的话早就跌下去了。所以这个它退场期已经很久了吧？退场期已经相当久了，已经具体多久我也忘了，10来天还是20来天，忘了哈。但是一直是在喋喋不休呀。然后爆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负数区间，所以还是在加速向下跌啊。然后整个带着这个美股的相应的很多其他小盘股一直在往下跌，这个我们就关注一下。然后我记得去年我是在很多其他的 space 里面，我有聊到，就是因为马斯克他在这个太空上的布局，很快会形成美股的更大的一个概念群。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量子计算以及现在的这个 AI 计算放在太空中来发电，放在太空中来冷却，然后再放在太空中低延时的情况下，直接去在太空中生产 token。在太空中生产 token，然后在太空中直接给出 AI 的结果，然后直接返回地面。在太空中做整个的这个数据站集群，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如果说真的它，事实上它也真的是在扎扎实实的在推进了，而且它还在放话，它还要做芯片。这个当然你们如果关注这个台湾的财经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台湾的财经的话，肯定对这个是嗤之以鼻的，因为台湾是靠这个芯片立家的，除了台积电之外，上下游一大堆这些企业，说实话哪个都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小看这个马斯克自己的这种，他很大概率上就是为了这种太空的运作，他会专门就单独的一些性能进行极致的优化，而不是去在各方面全面上去补自己的各方面的短板。他如果想要走木桶理论的话，他一定竞争不过台湾，台湾实在是太猛了，台湾的这种竞争力在现在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台湾的人均现在都已经超过日本了，这个在我上学的时候还有更早期的时候就不可想象了，那个时候肯定日本是领头羊。现在台湾人均其实已经超过日本很多了，原因就是因为事实上日本在最近的一次移动互联网上，这个节拍它没有踩上，以及在最近的 AI 上，日本又露牌了，德国也一样，德国跟日本在最近的2次最大的这个美股的概念上都露牌了，还是靠着远古的汽车，靠着这些行业再去支撑的话就很麻烦了，很难了，所以这个日本产业集群真的是要好好的想想办法了。事实上，日本在这个未来的布局上，甚至还不如韩国，你们知道韩国的人均 PCT，也就是人均的这个国际专利数量是遥遥领先于第2名，它不仅是世界第一。韩国的人均 PCT 人均的专利数量不仅是世界第一，而且好像是世界第2的2倍差不多。你们可以想象韩国卷成什么样子了。那韩国对未来的布局之狠，在技术上投入之狠，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就韩国的实力之强，我觉得很多人对他都没有概念，天天就是用一种很蔑视的眼光去看待韩国。我对韩国一向是，尤其是这几年，我是越看韩国越有意思。韩国的一些股票，未来我可能会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之前讲过，就是在东亚板块，韩国的资金跟韩国的股市是重要的金丝雀效应。然后在这个整个欧陆板块，欧陆和这个中东板块，土耳其的资金是重要的这个金丝雀指标。这2个国家的资金走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搞不定，觉得东北亚这块大量的资金到底是在进入币圈还是在出币圈，或者进入美股还是出美股没有概念的话，你可以看韩国资金就够了。韩国资金如果在重点买美股，那肯定就是美股进入了一个相当比较好的强势的一个阶段后面的整个东北亚的资金都会跟随着韩国这个先行指标一起走进美股或者走进币圈。同理，土耳其也是。土耳其的里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币圈里面的一个关于欧洲跟中东资金进入和退出的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如果你发现里拉
我每天在关注这个比特币，我也给大家更新比特币里面的这个整个币市里面的这个资金的流向。事实上，里拉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板块，就是源于里拉也是整个的欧元和中东的这板块里面的先行指标，它跟韩国起到的作用非常相似，起到作用非常相似。尤其韩国，尤其土耳其现在又处于一个金融半崩溃的状态。他对这个数字货币的需要和对这个把自己的国家的这个贬值的钱换成美元的需要，又是远远大于其他的准发达国家。土耳其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发达国家，算是准发达国家了所以这个土耳其现在是在这个方面在买外资，国家拿自己的钱来买外资、买外资资产、买美股资产、买比特币上是有非常旺盛的需求的。所以这个跟这个韩国还不太一样，韩国是因为意识优先，韩国人的国民的素质。人均 PCT 你就能看出来，包括他对这个国际的这种资产的涨跌的敏感性，我觉得应该是能排到世界第一了，应该这个话不过分，这样说不过分。第二可能就能轮得到台湾所以东北亚，儒家这个圈还真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卷出这么一个卷王。然后三星呀，然后现代呀这些韩国的企业，自己单独产生的这个 PCT 就非常的恐怖，然后人均也在卷，然后很多韩国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就开始爸妈带着他卷这个专利然后用专利可以升国内学校呀，也可以升海外的学校呀，就是从小就形成了这种先锋意识。这个对韩国国民的这种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韩国在最近的几次移动互联网上，三星踩上了节拍AI 上，韩国虽然没有直接踩上节拍，但是在 AI 现在重要的有一个卡点在存储上，存储你们知道那是三星的看家本领那所以又踩上了，相当于两次这个重要的这个浪潮概念浪潮上，韩国没有落伍呀，韩国始终在里面的关键环节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台湾就更不用讲了，台湾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台积电之前是多么可怕的存在，谁也离不开它呀。而这个台湾的台积电跟三星一起瓜分了 AI 芯片所以这个就是人类芯片的现在执牛耳者。然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剩下的这些地方，然后中国管一下后面的这个更大的这个，相应来说对这个精度跟整个的功耗比不是要求不是那么大的芯片中国管一下剩下这部分把这个整个的打成白菜价，但是整个高性能的芯片还是这两个国家作为这个执牛耳者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未来如果是走向太空，未来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新的美股概念开始走向了太空的算力集群，走向了太空的算力集群，那台湾跟韩国还能差一腿，但是接下来那就是 SpaceX 的主场，那肯定是 SpaceX 的主场了，以及这个马斯克自己搞的这个芯片，马斯克为什么自己搞芯片，就是源于他美国的国防肯定也要支持他，以及他也不想自己有这个关键的部分受制于别人，因为一旦进入这个 AI 的太空算力阶段。那这个芯片的需求呢，就不是一点半点了。它如果是，它如果真的是所谓的往这个戴森球的这种规模去布置，那就更更离谱了。当然这是科幻了，不至于往戴森球的这种方向。但是现在确实开始有这种趋势了，用这种太空薄膜法来发电然后用这个同时薄膜法再附带着这种薄膜法来去散热，然后同时再在太空搞这个算力集群，在太空生产 token。然后那这个对芯片的这种需求那是海量的它可以直接就着太空的环境设计专门针对太空环境的芯片，这种它是很有可能去搞出一种独特的芯片，占有足够的优势的，在功耗比上，在最后的算力上有足够的优势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三星呀还是台积电，他们更多的设计还是整个的面面俱到居多以及针对手机端、针对 PC 端、针对这些针对大家现有的地球上的这种环境设计的居多过于面面俱到，往往可能丧失一些独特的优势那如果马斯克真的针对这个优势进行迭代，然后专门搞出一种芯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马斯克不仅自己开创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智驾的时代，同时还要开创太空算力的时代，那可以说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人开创两三个美股概念，就是全球性的资本概念的人，那应该是马斯克是唯一一个吧？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肯定是没有。我们也是真的是见证历史了，又有马斯克这样的人，又有特朗普这样的人真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不缺话题。OK，行，我觉得今天聊这些吧，然后明后天我们再继续再聊聊，挺好的。昨天聊太多了，睡的都少了，今天聊一点就可以了。大家晚安。